你越能保持内在的轻盈，越能迎来不费力的结果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松开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一直觉得人生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太多，而是因为我把每一件事都背得太重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用力面对生活，用力思考，用力证明，用力担心，用力控制。我以为只要够认真、够谨慎、够不放松，结果就会站在我这一边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我越用力，事情越卡，我越紧绷，结果越不顺，我越想掌控生活，越不听话。那时候的我不懂，原来不是我不够努力，而是我把内在撑得太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时刻，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，不是身体，而是心，那种我不能再这样活了的感觉，让我第一次停下来问自己，如果我少一点用力，事情真的会变糟吗？那一刻我没有答案，但我选择尝试。我开始练习让内在变得轻一点。我不再对每个结果都预先背负责任，我不再为还没发生的事提前焦虑，我不再把所有可能的失败一次性扛在心上，我开始只专注眼前能做的一小步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那么用力，事情反而开始动了。原本卡住的对话变得流动，原本拖延的进度开始前进，原本让我觉得困难的人开始愿意靠近，原本需要硬撑的状态慢慢变得自然。我才发现，内在的轻盈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不再过度承担；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不把未来提前压在现在身上。当我的心变轻，能量就开始流动，当能量流动，结果就不需要被推，它会自己走向我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费力的结果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做对的事，用对的状态。当我内在轻盈，我更容易听见直觉，更容易做出合适的选择，更容易在对的时机行动，而不是在恐惧里乱动。我不再把生活当成一场必须硬撑的考验，我开始把它当成一段可以合作的旅程。我相信该来的不需要我紧抓，属于我的不会因为我放松就离开。当我允许自己在努力中保持轻盈，在前进中保持呼吸，在期待中保持信任，生活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回应我。不是剧烈的翻转，而是一种怎么好像没那么辛苦了的顺。你越能保持内在的轻盈，越能迎来不费力的结果，因为宇宙从来不是回应你的紧张，而是回应你是否信任这条路。而当你愿意信任，不再把一切扛成重量，人生自然会用更温柔的方式走向你。那不是侥幸，是对齐，不是放弃，是松手。是一种你终于愿意让生命和你一起用力，而不是只剩你一个人在撑的状态。当我不再用力，生命自然打开，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发生转变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之所以一直觉得卡住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和生命对抗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用力当成一种生存方式，用力证明自己值得，用力撑住不安，用力抓住关系，用力推动，结果我害怕一旦松手，一切就会崩塌，所以我不敢停，不敢慢，不敢相信。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很坚强，其实非常疲惫，因为每一步都不是顺着流走，而是逆着心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变糟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扮演那个一定要撑住的自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没有想办法，没有规划下一步，没有逼自己振作，我只是静静地让自己停下来。那一刻没有奇迹，没有答案，只有一种很深的松，像是我终于把肩上的重量放回地上。而就在我不再用力的时候，生命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反应。原本需要我苦撑的事情，开始有人接手，原本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问题，突然出现新的角度，原本紧绷的关系慢慢松动，甚至有些自然的离开，也有些自然的留下。我才明白，很多时候不是我撑得不够，而是我撑得太多。生命不是要我时时刻刻用力，它只是希望我愿意站在对的位置。
当我不再用力，我开始听见身体的讯号，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，知道哪些方向其实早就让我不舒服。当我不再用力，我开始听见新的声音，它不再被焦虑盖住，不再被恐惧打断，而是安静地指向真正适合我的路。那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对齐。对齐我的节奏，对齐我的状态，对齐我真正想活的方式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试图用力打开所有门，有些门反而自己打开了。不是因为我变幸运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错的位置，拼命推一扇本来就不该由我打开的门。后来我才懂，用力往往来自恐惧，而松手来自信任。信任自己，信任生命，信任该来的会在对的时候出现。当我不再用力，我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急着到达，不再急着变成谁，我只是一步一步走在当下。而生命就在这样的状态里慢慢打开，不是轰然一声，而是一种温柔而持续的展开。当我不再用力，生命自然打开，因为我终于不再站在它的对立面，而是站在它的流动里。那是一种不用硬撑也能前进的感觉，是一种你终于愿意让生命和你一起走，而不是被你推着走的状态。当我停止追逐，丰盛便开始追着我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站定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一直以来的疲惫不是因为不够，而是因为追得太用力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丰盛想成远方，想成必须加速才能抵达的终点。我追机会，追肯定，追成果，追那个看起来比较安全的未来。我跑得很快，却始终觉得不安，因为我一边追一边害怕错过。越追心越紧，越紧越看不清自己已经拥有的。我把注意力全都放在还没得到，于是生活也不断回应我更多还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到停下来，不是策略，不是规划，而是一种我不能再这样跑了的诚实。我第一次没有往前冲，而是回头看了一眼自己，看了一眼呼吸，看了一眼此刻的状态。就在那个停下来的瞬间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在追的不是丰盛，而是安全感。而安全感从来不在奔跑里。当我停止追逐，不是放弃渴望，而是把渴望放回正确的位置。我开始不再盯着结果，而是把心放在当下正在做的事。我不再逼自己一定要证明什么，而是允许自己把一步走稳。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。当我不再急着抓机会开始出现，当我不再紧盯数字资源开始流动，当我不再把价值绑在表现上，支持开始靠近。不是突然变多，而是突然变顺。我发现原来丰盛不是被追来的，它是被吸引的。当我的内在不再匮乏，外在自然不再稀缺。当我的心不再焦躁，世界自然愿意靠近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推进比较与恐惧属于我的，反而更清楚地走向我。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很安静的富足，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不再缺；不是抓住很多，而是不再怕失去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发现丰盛真的开始追着我跑。有人主动找上门，事情在刚好的时机发生，原本需要努力争取的开始自然出现，原本以为要很久的开始加速靠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与丰盛对立的位置。追逐来自恐惧，吸引来自信任。当我停止追逐，我是在告诉宇宙，我相信我值得，即使我此刻不奔跑。而宇宙总是会回应这种信任。后来我才懂，真正的丰盛不是你追得多快，而是你是否愿意站在一个不再匮乏的心境里。当我停止追逐，丰盛便开始追着我跑，因为我终于从一个一直向外索取的人变成一个能够接住的人。而当你能接住生命，就会把更多放进你的怀里。不是因为你抢到了，而是因为你准备好了。你越能让能量自由流动，
越能吸引顺流的奇迹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清澈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察觉，原来我人生里许多的不顺不是因为不够幸运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阻挡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控制情绪，控制结果，控制别人的反应，控制事情该怎么发展。我以为这样才安全，才不会失控，才不会受伤。但我没有发现，当我越想控制能量，就越僵，事情就越卡，关系就越紧，心就越累。能量其实一直都在流，只是我用恐惧把它挡住了。我害怕失去，于是抓紧；我害怕犯错，于是迟疑；我害怕被否定，于是收缩；我害怕未来不如预期，于是提前焦虑。这些状态都在告诉能量不要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怎么推都推不动的情况里终于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想通，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力气再撑。就在那个放弃用力的瞬间，我感觉到一种很奇妙的松，不是外在的改变，而是内在的退让。我第一次没有试图让事情变成某个样子，我只是允许它先这样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能量开始动了，不是剧烈，而是柔软，像是原本被堵住的水慢慢找到出口。我才明白，能量需要的不是命令，而是空间。当我允许情绪流过，而不是压住，能量就不再内耗。当我允许事情慢慢展开，而不是催促，能量就开始配合。当我允许自己不完美，而不是责怪，能量就开始支持。我越能让能量自由流动，生活就越不需要我用力。奇迹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奇迹是顺流出现的。它出现在我不再硬撑的关系里，出现在我愿意调整方向的时刻，出现在我不再执着一定要怎样的选择中，出现在我愿意信任当下的每一步。我发现顺流的奇迹从来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一种事情怎么刚好这样就对了的感觉。刚好遇到对的人，刚好避开不适合的路，刚好慢一步却躲过混乱，刚好放下后迎来更好的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能量终于没有被我阻挡。当我不再用恐惧抓住未来，未来反而更愿意靠近；当我不再用控制定义人生，人生反而更愿意合作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吸引力法则，不是用力想，而是放松，允许。允许能量走它该走的路，允许生命用它的智慧安排，允许自己在流动中边走边调整。你越能让能量自由流动，越能吸引顺流的奇迹，因为宇宙最擅长的从来不是被指挥，而是被信任。而当你愿意信任，不再筑墙，不再堵住，不再与流动对抗，生命就会用一种几乎不费力的方式把你带到刚刚好的地方。那不是侥幸，那是顺流，是一种你终于愿意与宇宙站在同一条河流里一起前行的状态。当我放下控制，宇宙开始替我安排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静下来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之所以这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我什么都想亲手掌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控制代表安全，代表负责，代表我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于是我习惯提前规划，反复确认，不断修正，把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一一拉进脑海里演练。我控制时间，控制节奏，控制结果，甚至控制别人的反应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够小心，够周全，人生就不会偏离轨道。但我没有发现，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的心一直是紧的，我的呼吸一直是浅的，我的世界看起来井然有序，却没有一点流动。直到有一天，某件我费尽心力安排的事情还是偏离了计划，那一刻我没有生气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，像是终于承认我已经撑不住了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第一次诚实地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控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个问题让我害怕，却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于是我开始尝试，不是全部放掉，而是先放下一点点。我不再为每个结果预设最坏的走向，我不再在事情还没发生前就反复干预，我不再急着把一切推到我以为安全的位置。我只是允许事情先走一步，而我跟着走。
奇妙的是，就在我放下控制的那一刻，世界开始出现我没预料到的温柔。有人在我没开口时伸出援手，事情在我不插手后反而变顺，原本看似错过的时机，竟然带我走向更适合的方向。某些我死抓不放的东西，在我松手后才显露出它本来就不属于我。我才明白，控制不是力量，控制是恐惧。而当我放下控制，我不是失去力量，我是把力量交回给生命本身。宇宙不需要我指挥，它需要我信任。当我愿意相信，不是每一步都要由我决定，不是每个答案都要立刻出现，不是每个未知都代表危险，生命反而开始展现它的智慧。我发现有些安排只有在我不干预时才会出现，有些相遇只有在我不设防时才会靠近，有些结果只有在我不急着要时才会成熟。放下控制不是放弃自己，而是停止和生命拔河。当我不再试图把世界变成我预想的样子，世界反而开始把我带往真正适合的地方。后来我才懂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掌控，而是来自信任。信任自己，即使不掌控，也能应对；信任生命，即使没照计划，也有它的安排。当我放下控制，宇宙开始替我安排，不是因为我变得被动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站在阻碍的位置。而那些安排不一定完美，却总是刚好让我少受一点伤，刚好让我多一点成长，刚好把我带到更贴近自己的地方。那是一种不用紧抓也能前进的感觉，是一种我终于愿意和生命并肩同行，而不是独自对抗的状态。当我放下控制，我才真正走进被支持的人生。你越能活得轻松，越能让显化加速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踏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以为显化需要高度专注、高度努力、高度自律，却没有发现，我越是把它当成一件必须成功的事，它离我就越远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显化活成一种压力，我要想对，我要做对，我要保持正向，我要随时对齐，我不允许自己松懈，不允许自己低落，不允许自己怀疑，仿佛只要一放松，愿望就会失效。但那样的我其实一点都不轻松，心是紧的，呼吸是浅的，内在是急的，而越急越没有流动。我后来才懂，显化从来不是回应紧绷，它回应的是状态。当我活得很用力，宇宙接收到的不是信任，而是匮乏，不是相信，而是害怕失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到不想再表现得很会显化，我只是想好好生活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吃一顿饭，好好笑一下。就在我这样回到日常的瞬间，一种很奇妙的转变发生了。当我允许自己轻松，事情反而开始动了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特别的技巧，而是因为我的能量终于不再卡在一定要。我开始不急着证明，不急着比较，不急着检查结果，我把注意力放回当下的舒服与否，放回心是不是松的，放回身体是不是愿意往前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显化开始加速。机会出现得更自然，答案来得更刚好，人事物开始彼此配合，原本需要用力推的突然有人接手，原本以为要等很久的竟然提前靠近。我才明白，显化不是赶快实现，显化是没有阻力，而阻力往往来自我自己，来自我太想要，太害怕错过，太害怕失败，太害怕来不及。当我越能活得轻松，我就越不会在心里替愿望设下条件，我不再说一定要怎样才算成功，我不再规定非得用某种方式到来。我开始相信，真正属于我的不需要我紧抓，真正对齐的不需要我费力。轻松不是懒散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深层的信任。信任我已经在路上，信任每一步都有意义，信任宇宙不是要考验我，而是在和我合作。当我活得轻松，我散发的是允许，是空间，是我准备好接住。而宇宙最喜欢在这样的状态里行动，因为没有抗拒，没有拉扯，没有内在冲突，只有一致。
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显化最快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我最努力的时候，而是我最放松、最自在、最像自己的时候。你越能活得轻松，越能让显化加速，不是因为你做得更少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阻碍。而当你不再阻碍，生命自然会用它最顺的方式走向你。那不是幸运，是频率；不是奇迹，是对齐。是一种你终于愿意让人生不用那么辛苦，也能抵达的状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